大家好，今天要介紹 Local REST API and MCP Servers。Local REST API 我在2022年的時候已經有介紹過了，而且這個外掛我一直使用到今天。它基本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讓我們可以達到 read either later 類似這樣子稍後閱讀的功能。那在這一次 4.0 版的改版，它做了很大的一變動。原先在 4.0 版以前的設定，現在都已經不能使用了，必須使用新的設定。Local REST API 最早它就是提供了一個 HTTP server， 當 Obsidian 啟動以後，這個 HTTP 的 server 也會跟着啟動。因此在瀏覽器裡面就可以使用它的擴充，直接對於 Obsidian 的 Vault 做讀寫。在這個 4.0 版的新升級裡面，它又額外增加了 MCP server， 因此 AI 代理程式也可以透過大語言模型對它來做操作了。這樣子就可以讓我們使用自然語言來搜尋筆記、寫入筆記，而且也可以來管理標籤這一些 Obsidian 的操作了。以下我們就先來做一下範例。Local REST API 最一開始的功能就是在瀏覽器裡面，讓我們將內容可以直接寫入到 Obsidian 的筆記。例如，我現在在這個 GitHub 的網頁上面，我標示了一段文字，再點擊它這個擴充的圖示，然後再指定我要操作的一個對象。例如，我先要把這個內容寫入到 MISC.md 筆記檔裡面，選好對象以後，再點擊右邊的開始執行的符號，它就將剛剛標示的內容寫入筆記裡面了。可以看一下這個 MISC 筆記，這個就是它直接插入的內容。對於我們需要記錄的一些內容，就可以很快速的寫到需要的筆記裡面。接着就來看一下它 4.0 版新增加的 MCP Server 到底要怎麼來操作。首先我們先來複製一段提示文字，內容有 MCP Server 的筆記，將這個查詢的結果寫入到030-inbox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 list.md， 把內容複製起來，再到 AI Agent， 我使用的 AI Agent 是 OpenCode， 然後將剛剛複製好的提示文字給貼進來，接着讓它去執行。它已經執行完畢了，接着再回到 Obsidian 裡面來看一下它寫進來的內容。這個 list.md 就是剛剛透過 AI Agent 產生的內容。這個就是找出來的 Vault 裡面有 MCP Server 的所有的筆記，而且它用表格的方法分門別類的列出來。接着我們再來執行它的第二個範例，就是要把這個什麼是 MCP 做了查詢，再把查詢以後的結果寫入030-inbox 資料夾裡面的 MCP.md。再回到 OpenCode， 我們輸入/new 來產生一個新的 session， 再把剛剛的內容給貼進來，然後執行。它已經執行完畢了，再回到 Obsidian 來看一下 MCP.md， 這個就是它產生出來的結果。它增加了跟 AI Agent 整合的功能，对於我們在管理筆記以及搜尋筆記上達到了非常良好的協助效果。Obsidian 在 1.12 版也提供了 CLI 的功能。這個 MCP Server 的工具跟 Obsidian CLI 有什麼差異呢？其實使用 MCP 工具是可以更加直接的來達成需要的功能的。Obsidian CLI 通常必須透過 skill 的一些描述來讓大語言模型了解要怎麼來操作 Obsidian CLI， 因此這個 MCP 工具其實是更直接而且速度更快的一個方法。但是在比對上它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如果你需要有開發者的工具，或者是插件管理主題啦，或者同步跟 Publish 這些功能的話，你就必須使用 Obsidian CLI， 因為這些功能 Local REST API 是沒有的。但是如果你希望要能夠精準的定位到你筆記的某個地方，比如說是某個標題，或是某個 block， 或者是要修改 Run Matter 的一些 properties 的話，就可以使用 Local REST API 這個外掛了。基本上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可以的話，盡量直接使用 MCP 工具，因為 MCP 工具會被 AI Agent 當作是原生的工具，最好在 agents.md 裡面也來指示原生的工具優先於 skill 來使用，這樣子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果。接着我們來看一下 Local REST API MCP Server 提供了哪一些功能。
它基本上有下面這幾個工具可以來使用，可以用 Vault List 來列出資料夾的內容，可以寫檔，還有可以更新你的檔案、刪除檔案、變更檔案，或者是改名字，或者是来取得文件裡面的內部結構，或者是新增資料，或者是簡易的搜尋、查詢、列出標籤等等，這些都是目前 MCP 提供的功能。接着我們就再來說明一下 AI Agent 要怎麼來做設定。Cloud Code 跟 Cursor 它的設定，各位可以直接參考 LocalRest 的 API 它 GitHub 上面的網頁的說明。那下面我就特別針對 OpenCode 來做介紹。OpenCode 就是要在 OpenCode.json 裡面加上 MCP 的設定。那請大家注意，它這個 key 是 MCP，Cloud Code 呢是 MCP Server， 那这個地方是不一樣的。在 Type 這邊呢，可以把它設成是 Remote， 直接透過遠端呼叫的方法來叫用本地端的一個網址。這個網址呢，如果是 HTTP 的話，就是 127.0.0.1冒號27123這一個 port， 然後後面要加上斜線 MCP。網頁的 HTTP Server 就是沒有斜線 MCP。事實上，你也可以用 HTTPS， 如果是使用 HTTPS 的話，這個 port 呢就改成27124。但是因為 LocalRest API 它的 SSL 的憑證呢是自簽憑證，如果在這邊要使用 HTTPS 的話是比較麻煩一點。我建議大家就直接使用 HTTP 這一個網址，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在本地端執行。接着在 Headers 這邊就是要把 API 的 key 給它貼上來，這個 API 的 key 就是進入第三方外掛的設定裡面去找到。那我們進入社群外掛，找到 LocalRest， 然後進入選項，接着 API key 就是在這個地方複製一下，然後把空白後面的內容就是你的 API key， 就把空白後面的 API key 填入到空白的這個位置以後就可以了。假設一定要使用 HTTPS 的話，目前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要有 node 底線 TOS 底線 reject 底線 unauthorized 環境變數，要把它設定成是0，你在後面執行的 OpenCode 就可以使用 HTTPS。如果剛剛這個 MCP 的設定 URL 要使用 HTTP 的話，在設定的時候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就是這個 HTTP Server 這個設定呢，要把它給勾選起來。我們一樣進入設定，再找到 LocalRest API 的設定畫面，往下捲動找到 Settings 裡面的第一個選項，啟用 HTTP Server 這個選項要把它給勾選起來，這樣子你才能夠使用 HTTP 通訊協定。如果沒有勾選的話，就是一定要使用 HTTPS 了。接着我們再來看一下瀏覽器的擴充。瀏覽器的擴充就是到瀏覽器的商店裡面去找到 Obsidian Web， 然后将它安裝起来就可以了。安装起来以後，记得要先來做一下設定，將它放到工具欄之後，點擊右鍵，在這個地方可以找到擴充功能選項。然後在這個擴充功能選項這邊注意這個 API 的 URL。如果使用 HTTPS 通訊協定的話，就是一定要去安裝自定的憑證。這個自定的憑證要到 GitHub 的網址下載，直接點擊 LocalRest API 超鏈接，它就會開啟 GitHub。在這個 GitHub 的網頁上面，直接按 Ctrl F 搜尋 Download， 然後找到了以後，這邊就有一個點 CRT 的網址，就將它點擊一下，然後直接開啟這個點 CRT 的檔案，它就會問你是不是要開啟它，點擊開啟，就會進入憑證的設定畫面。接着就是要安裝憑證，使用目前的使用者點擊下一步，再點擊存放位置，再點擊瀏覽，然後點擊第二個要信任跟憑證授權單位，選擇好又按確定，接着再按下一步，再按完成，就會載入成功了。這樣子就是已經將自簽的憑證安裝到瀏覽器裡面了。那將來如果你的瀏覽器更新，有可能這個憑證遺失的話，就是按照這個程序再重新做一次。記得要在這邊點擊一下，讓它確認到底你目前的這個設定跟你的 API key 是不是符合的。它檢查沒有問題之後，就會出現綠色的這個符號。如果不想用憑證的話，就可以把這個 HTTPS 的 S 給刪除掉，將後面這個 port 改成123。如果看到這邊是正確的連線的符號，就表示目前的設定是 OK 的。如果它有出現錯誤的話，就是再來修正就可以了。後面就是這個模板的設定。先來看一下新的模板要怎麼來設定。我在這邊就設定了一個要把內容寫入到 MISC.MD 筆記裡面。我們來看一下內容。首先就是你的 HTTP 的方法。HTTP 這邊有很多個方法。Patch 意思就是更新，事實上就是可以做插入的動作。如果是 Put 的話，就是會新增一個檔案。Post 就是直接把檔案給覆蓋掉。因為我們是要插入內容，所以要選擇這個 Patch。後面斜線 Vault 是固定的，接着就是資料夾跟 MD 檔的位置。這個意思是要放到3
300-R 興趣這個資料夾裡面的 MISC.MD， 後面這邊就指定使用的 content type 是 text 斜線 markdown。那要注意 text 斜線 plain 是沒辦法用的，一定要使用 text 斜線 markdown 或者是 application 斜線 JSON 才可以通過。然後這個 operation 就是你要放在標題的最上面還是標題區塊的最後面，我是要放在標題下方的第一行，因此就選擇這個 prepend。接着這個 target 就是你的標題，那這個標題要從標題等級1一直要寫到標題等級的位置，這個就是等級1是 MISC， 等級2是2026。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我的这個 MISC.MD， 標題等級1是 MISC， 等級2是2026，因此刚剛的這個 target 就要寫成 MISC:2026， 它就會寫到2026下面的第一行。Target type 是 heading， 如果你是希望寫到區塊或者是要寫到 properties 裡面，這個就是有相對應的，就把它換成是 block 或者是 formatter 就可以了。後面這個 content 就是使用 local REST API 它提供了這些變數來達成你要的內容。在這邊就是要把日期還有標題還有網址都寫出來，然後還有它的內容。如果沒有問題以後就點擊 Save Changes 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了。那到時候我們在做了某些標示以後，例如我在這邊把這一行內容給標示起來，再直接點擊它，要寫到這一個筆記裡面，再點擊右邊的這個開始執行，它就會將內容給插入進來。那因此我們過來看，它這邊又插入了一個新的內容進來了。這個就是使用 HTTP Server 它的操作的方法。經由剛剛的說明，大家也可以知道這一次 4.0 版最大的差異就是在這個 HTTP Headers 這個地方的設定。以前是使用這樣子的語法，新的語法呢已經都改成用 Operation Target Type 跟 Target 這一些的設定了。因此大家記得要把瀏覽器擴充裡面的設定給修改正確。以上就是為大家介紹了 Local REST API and MCP Server 4.0 版改版的變動的說明。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於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